所有的小学生、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棋。今天呢，我们继续玩古代的日甲产品，来自于久安烟火系列最新出货的金鱼，也是我比较期待的一款产品啊。虽然说玩日甲的时间不长，也关注这款产品有一段时间了啊。今天呢，咱们拿到之后，还是拆箱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哦，鱼，好漂亮！虽然说之前先拿到手的玩家们已经晒出了一定的照片，我也有看过这个很漂亮的包装啊，但实物拿到手之后，说实话还是会有些兴奋，真的很漂亮啊，真的很漂亮。这个 Goldfish， 这个是浮在外包装表面上一个透明的封套的啊，而且不光是这个字啊，翻过来的话有个小鱼的造型，能看到这上面也是有一个水波的图案在外面。小金鱼表面这个花纹啊比较抽象，像鱼鳞，但是其实你看它特殊标出这个金色的部分啊，实际是一个个，我个人觉得像是金色的梧桐叶。银杏叶啊，银杏叶，酝酿了半天说错了，说错了啊，说错了植物。在盒子的角落处也可以看到倒悬着的久安字样，应该也是有意为之倒影的感觉，很取巧啊。倒不说多大成本，但是很取巧。打开吧。里面结构倒没什么好说的啊，一个磁吸的盖子，封套部分可以看到外层有一张很抽象的一个像卡片这种东西啊，一个金鱼的类似于插画。里面还有像这种大海螺啊，这个金鱼的一张卡片。这后面是打开头雕的一个什么小零件的讲解、说明之类的啊。站起来了。还有一张海报啊，受体积影响嘛，它只能是这样折叠起来，有点可惜。还是先来分享一下这个主体部分。拿到手里第一感觉啊，很精致，超级漂亮的人偶啊。大概的身高和体型和之前红与黑的产品很相似啊，不是那种人高马大的造型，而是像一个有点矮小或者瘦弱的这种小老头。对，很真实的，尤其他头身啊，包括一些胳膊这个长度啊，腿的长度啊，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之前红与黑给我留下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头雕的表现力非常漂亮的，这一款也不例外，甚至要比红黑的那个还要更好一些。表情也好，皮肤的褶皱也好，肌肉啊或者肉感的一个走向都是非常舒服很自然的。你看它这个发际线啊，还有两鬓这里有点飞出来这个毛发，很像灵感大王，带着鱼鳍啊或者鱼鳃的那个味道，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刻画。后脑这里可以插上一个小辫子啊，更加俏皮。气了。然后这次的头部呢，按照这张卡片背后所示，其实有一个小的机关啊。那这个下端呢，可以看到像一个左眼的造型。拿出这个钥匙啊，插进去，扭一下的话，拨动里面这个可动眼。说一说重点部分，也就是整体的甲胄的表现。其实呢，我也做了一点点功课啊，不过先叠个甲，说的不一定对。甲胄的话是有一个具体的圆形的啊，是本多家家传，叫做金鱼鳞小闸洞巨足，很绕口的啊。所以这个本来就是金鱼有关的。对，本来就是和鱼相关，和水产相关的。水产也太一下子变得美味了。肩甲的部分，鳞甲的表现一片一片的黄金色，错落有致的啊，排列还是比较舒服。动一动的话，对着这个光面还有一定的反射折射的感觉，还挺好的，是它没有很凸起来啊，对，没有扎起来啊，就像那个松鼠桂鱼那种感觉，没有那样，比较服帖。大腿部配顿的体现上也是用了鳞甲的一个设计，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围绕这个甲的设计啊，其实它能看到上面整体是一个有些杂糅一点的设计，比方说这个正前方胸腹的这个位置，一整块的铁甲，其实你看上去的话，会不会觉得它有点像西洋风情那种骑士甲的一个形制？是一整片。据说可能日本的一些家族或者大名可以和一些海运比较发达的这种西方做一些贸易嘛，会进口一些这种成片的胸甲。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日甲本身的设计啊，类似于这款的话，就是在下方加入了一些金色的草折。
名字叫南满甲，防御性更强一点。显得他身材蛮好的嘞。还有一个反差感啊，在这个地方很漂亮的。前胸这里还有2个小铁环啊，精度也是比较高。最好看的地方还是它翻过来啊，在后背处这里，虽然说密密麻麻的这个穿绳穿线可能会有点密口，但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层次感很不错。中心呢还印了3行字，它做的比较干净。我会担心它这个字都是一印啊，边边角角的地方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有一个粘连的地方，对粘连啊或者白痕。目前现货来看的话，我手里拿到的还是处理的比较干净好看的。再看一下臂甲这里啊，也就是所谓这个龙首的部分，反正我日甲玩的少，像这样长度的穿环的结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啊。直接从肩膀这里一直到手背处，我觉得很细啊。我之前会以为这个是不是真的环，但是拿到之后好像每一片都是真的环穿上去的啊，特别规整，很棒。值得注意的是啊，最早宣传的时候这2条手臂的话是一个金色，当然了，可能是考虑到这款铠甲在那个博物馆中啊是一个黑色的龙首，后续又有了一个改动，还原是吧？对，可能是迁就着还原啊。但这么也挺好看的。颜色方面的话就有见仁见智了，整体的话它还是一个偏华丽的一个展示。比如这个领口的部分啊，下方呢这个类似于肩甲或者叫满支轮的东西，像刺绣一样的花纹。涂装上呢是偏暗色系一点的，或者说这个做旧做的比较重，偏脏偏埋汰一些。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再闪亮闪耀一些的话，可以再去适当把这个做旧往下擦一擦。所谓这个兜帽啊，也是这款产品或者说这个铠甲最鲜明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亮点。当然这个兜的部分啊，和铠甲同样也是有本身的原型，叫做金箔鸭绒打断句，金箔鸭绒螺形兜，大概应该这样啊，绒螺。整体就不多说了，一个完全大海螺的造型。说实话，最早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是不是什么异造品啊？回到这个玩具本身，整体这样一个大的螺形，我觉得这个形状还是塑的蛮不错，蛮有意思的啊。最好看的是表面部分，它模仿岁月的痕迹啊，或者说一些旧化的效果，这个涂装是不错的。条条的裂痕，包括这每个螺头啊，这个抻出来的小棒棒会有一个发黑的涂装表现。破碎啊，或者说剥落的质感是有表现出来的。两侧这个斜立也是海浪的造型啊，有点像浮世绘啊，什么神奈川冲浪里面那个浪。然后是红色的面具，好像这个胡子我感觉可以自己再去调整和修剪一下的吧。下方全锁甲的一个设计，中心呢也捆了一个多加这个家徽，但是我不太喜欢把面具附上，老头脸更好看一些。如果说有能力把这个甲全拆下，单独展示甲胄的话，附上这个面具更好看一点。你说甲成那个对一个像跪在那里啊，坐姿那个啊，对，这个可能会更好看。武器部分，首先长的这把武士刀啊，也是海味十足。非常漂亮的是它刀鞘这种鲨鱼皮啊或者珍珠鱼皮的一个展示。你看它这个刀鞘上面，像这种反角什么的也有做出来啊。刀形这里啊，虽然不是很清楚，但能看到好像跃起的2个小海豚。刀柄这里缠绳的效果比较细致的，末端呢可以看到一个鱼头。刀的原型应该叫做歌仙坚定。怎么样组成这样的一个名字？挺风雅的吧？但实际上好像传言是当时这把刀就是砍了36个人，就以什么36歌仙的一个典故就命名了。另有一把短刀，原型名为海老鞘卷存，说人话就是大虾刀，整个就像一个这个虾的一个形制。两把刀虽然说差异性很强啊，但是绑起来或者配到一起的话，鲜味十足。最后是一个鱼缸金鱼的小配件，很通透啊，应该是用了这种低焦的形式。这个鱼超精细啊，我觉得用眼睛去看的话，已经能看到鳞片的感觉，包括鳍的部分。小配件算是一个灵魂小配件吧，我觉得这种反差感的一个碰撞是很有意思的。通过一个简短的拆箱，算是有一个初体验吧。造型的选材上非常有趣，而且这个甲呢还是确定有原型可以去参考和对比着来看的。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会去查呀，或者跟朋友们去了解。
是不是一下子多了很多朋友？也要感谢阿罗老师提供的一些资料，给我讲了挺久。当然，学生学艺不精，现在基本上忘光了，有些词儿好像还不知道读的对不对。然后回归到玩具本身，与其说它是具备一定的真实感，我觉得倒不如说是松弛感，它很自然。烟火系列的红与黑也是，反正我很喜欢它这一个搭配，也会给我带来一些灵感呢，或者说想法呀，想去拍一些有意思的视频或者说片段。现在再说，一会儿去拍，不知道最终发出来的时候效果如何了。这就是买3只金鱼的原因吗？对，当然了，作为玩具来讲，设计一个玩具产品的时候，肯定会是有一些取舍和改动，不可能真的上人博物馆里拿着皮尺去量。然后还要说的一点呢，毕竟是一个古代的这种日甲产品，其实还是很需要自己去动手打理一下的。我的话，这方面能力比较弱，又是做一个开箱的展示，目前所放出来的这些就都是一个纯开箱的一个效果吧。打开就这样，打开大概就这样。然后大家有能力的朋友们，有动手的能力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调整。又还是外行。在打理这块我还是外行啊。这次的话，一些这个名词啊，还有它原型，我还是做了点功课。只不过就是不知道不是阿罗老师跟你说的吗？别逼我说穿你。跟我说的，但是我这不是跟大家也分享的吗？不知道对不对啊？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理解错误的话，可能有些传达有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纠正或者骂他。总而言之，金鱼这款产品我拿到大货之后十分满意的，非常精致好看的头雕，配合一套很有感觉的甲胄啊，搭配到一起，就像我说的，很松弛且有氛围感的一个玩具。也期待大家拿到手里之后能拍出怎样有趣的照片和分享。然后呢，这一期呢，今天分享到这里吧，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下次再见吧，拜拜。